大家经常看到门上贴门神，灶台呢贴灶神等等，你们知道其中的含义吗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用到六神不安、六神无主这两个成语。那么究竟这六神是哪六神呢？也许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。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成语来谈谈我们身边的神。身中六神与家宅六神，成语中的六神无主与六神不安意义相近。宋代高道张君房所编著的《云集七千》中就有记载：凡人卧，头边勿安放火炉，令人六神不安。元代刘唐卿的杂剧《讲桑葚》第二折也有写道：今有蔡顺的母亲病枕在床，俺家宅六神不安。那么这六神到底是哪里六神呢？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，这六神其实分为内外六神。内六神指的是我们人身中的六种神灵，外六神则是指家宅六神。现在就让我来为您揭秘这身中六神和家宅六神，让我们一起了解他们，感恩他们的守护。一、身中六神。道教讲人体内各部位都有神居住，身中六神分别是心、肺、肝、肾、脾、胆之神。对于这些神的名讳与形状，道经中都有明确的记载。道经曰：心神名丹元，字守灵，形长9寸；肺神名浩华，字虚成，形长8寸；肝神名龙烟，字摄明，形长7寸；肾神名玄明，字玉英，形长3寸6分；脾神名常在，字浑庭，形长7寸3分；胆神名龙耀，字威明，形长3寸6分。人体周身各有所镇之神，内指精血筋骨，外治之百节都有所司之神镇守其间。大致为精血3针，名无生君，字黄宁子玄，镇我两乳之下缘；骨节2针，民间玉君，字宁雨珠，镇我太仓之府、五常之口。如果神在，身体就健康；神不在，就会生病。要使身体健康，就要通过存想，以意念引导神按照一定的路径运行，使身体各部的神安居其处所。而在道教的一些法事中，也都有相应的咒语与存想，呼唤身中诸神使之传言达信，或呼为真身。二、家宅六神。家有家宅六神，六神在哪儿？门上是左右门神，门口1米以上的是土地，厨房是灶王，龙头边居住的是龙王。这六神专门在家里干什么呢？第一，保着家庭平安的；第二，监督观察你所做的善恶事，给你记录的。灶王那2个本，一个红本，一个黑本。红本记善，黑本记恶的。千万不要以为这是迷信，这是你不懂。你懂得神道就能通神，你懂得人道就能通人，你懂得悟道就能享悟之福。谈起家宅六神，则必须先从先秦时期的五祀说起。《礼记》载记五祀，东汉郑玄注释卫门，
景、虎、灶、中流五种，两相参照。东汉班固《白虎通义》也有此记载。五祀者，何为也？为门、虎、景、灶、中流，此五祀为后代门神护卫。景神、灶神、土神的滥觞，再加上侧神，合起来就是道教中的家宅六神。此六神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，慢待不得，亦门神护卫。门、户含义原来并不相同，子书解释为一扇曰户，两扇曰门，又在于唐氏东曰户，在于宅区域曰门。也有认为在外者称门，在内者称户。不管何种解释，门户皆是建筑中出入的地方，所以古人对其也特别的重视。先秦典籍《吕氏春秋》讲，孟春之月其四户，仲春之月、季春之月亦然，秋季的3个月则4门。为何有此分别？东汉高又解释说，孟春蛰伏之类始动生，出游户，故4户；孟秋始内，游门入，故4门。其根据是时序往复带给天地间万物的变化。后代门户之分已经没有那么严格，对于门户的祭祀也成为了对门神的祭祀。最早的门神称为申叔、申叔和玉垒、玉律。王充《论衡》定轨引《山海经》，沧海之中有度说之山，上有大桃木，其曲盘3000里，其之间东北曰鬼门，万鬼所出入也。上有2神人，一曰申叔，一曰玉垒，主越临万鬼，恶害之鬼，只以为所而以食乎。于是皇帝乃作礼以食驱之，立大桃人，门户化神书玉律于虎，玄伟所以喻兄妹。日后百姓把他们视为捉鬼神差，将他们一同绘在门上，以保家宅平安。这就是两门神的典故。到了唐代，门神渐渐为秦叔宝、秦琼和尉迟敬德、尉迟恭所取代。据三教员刘搜神大全卷7记载，李世民即位后，因早年杀人无数，夜夜梦恶鬼寝门外抛砖弄瓦，鬼魅呼叫。36宫72院，夜无宁静。大将秦琼与尉迟恭请求夜晚戎装守卫宫门两旁。后来唐太宗不忍心2位大将夜夜辛苦劳累的守卫，命画师画下2将发威形象贴于宫门两旁。结果后世沿袭，遂2人永为门神，人们就将居左的称为门神，居右的则称为护卫。3灶神，民以食为天，每家每户都有厨房，在厨房里供奉的就是灶神了。灶神全名叫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，专司饮食之事，又监察人间善恶之事。对于灶的祭祀，从商朝就开始了。魏晋之后，灶神就有了名字，叫苏吉利，其夫人名为王伯甲，因其司人间善恶之事，故灶神左右虽是2神，
一捧善罐，一捧恶罐，随时将一家人的行为记录保存于罐中，年终时总计之后再向玉皇上帝报告。所以每年农历12月24号，他都会离开人间，上到天庭汇报一家善恶之事。4井神，人类的生命离不开水，日常起居也都和水息息相关。而古时候除了在江河湖泊中取水之外，最重要的取水地点就是井了。水井在人们生活中起有重要的作用，故家宅6神之中也有井神。在北方地区，井神被称为水母娘娘，而在江南地区则信仰井泉童子。佛宗传入之后，有些地方也称井神为井泉龙王。对于井神的祭祀，江南有民俗，大年30将预先买好的井泉童子神像放在竹筛内，再放些糕果茶酒之类，算是祭品，然后再将这竹筛放在井栏圈上，上面放些遮盖物，这就叫封井。往后在送神之前，这井就不能再打水了，到正月初3或正月初5日焚送神马，然后方能开井汲水。据说用刚开井所汲的水施木，能令木不昏。除夕祭祀井神，有着酬报他1年中对人们做贡献的意义，体现了我们自古以来的感恩精神。5中溜神，中溜神通常被认为是土地神的别称，关于其具体含义存在不同的说法。中溜的含义，一说是家的中央，一说是窗户。中溜神似一家大小之事，又因又家人。《礼记·教特生》中记载，家主中溜而国主赦。中溜以前也是作为重要祭祀的对象，但是现在似乎很少提及它。中溜神的职能与家宅土地非常类似，一家之中有人出生了，中溜神就会至东岳领取文书，详细记载此人的阳寿以及何时出生何时去世。当家中有人要去世，阴司来勾魂的时候，中溜神还会拦住他，仔细检查符文，不准随便进来。如果检查属实，才会皱着眉头慢慢地放进来收魂。实在是一位善良而又负责的家神。在古代笔记中曾经记载了中溜神的一个故事。朝奉郎刘安行，东周人，每欲啜茶，必先泪中溜神而后饮。一夕忽梦一老人告之曰：主人禄命告终，因服以下，而少持之，幸速处置后事。明日午时，不可与也。留其拜老人，且寻其谁是，曰：我主人中溜神也。每承主人泪茶之见，常思有以至孝，今故奉报也。留祭物，典记其家事，且与家人神告之详。云：生死去来，礼之常也。我自度平生无大过恶，独有一事，无家除必采贫者，直性刚戾，与其辈不足。若我死，必不能久留我家，出外则必大狼狈。今当即与求一亲，使之从良，且有所归，则我瞑目矣。
因忽与白金实心，以为资浅，语毕，沐浴一服以侯，时至过午，忽觉少倦，就弃枕间，复梦其神心悦而告曰：主人今以驾前除弊之事，天地加之，以许言一计之数矣，已而睡起安然。后至宣和间，无病而卒。五、策神，道教之中的司策之神，又叫子姑。策神并不仅仅掌管厕所，而是主司占卜诸事，能知祸福。所以古人在正月15这天都会迎策神，用纸人或者木头做成子姑的样子，然后一边祭祀，一边把自己的心事向其诉说，或询问来年丧残之事。占卜的方式就是将木质钉子架置于沙盘上，架上插入一根竹筷，由二人用手指各扶一端，然后询问事情，通过沙盘走向来定吉凶。对于策神，如今已经少有人祭祀了，但是这一风俗却在邻国日本保留了下来。据说在福岛地区，人们在家里上厕所的时候，进去之前一定要先敲门，还要按照时间在门外说一声早上好或者晚上好之类的寒暄语。而且在日本有种说法，勤打扫厕所能招财，家中卫生间的清洁程度和钱包的厚度会成正比。家宅六神作为家居保护神，一直在我们身边，虽然他们职位很小，却与我们息息相关。东汉郑玄注《礼记·祭法师》认为他们非大神所齐报大事者也，而是小神居人之间私察小过作遣告者而具体主管事。司命主督察三命，中雷主堂事居处，门户主出入，行主道路行作，吏主杀伐，造主饮食之事。而每年将他们祭祀一遍，正好完成了一年四季的轮换。班固《白虎通义》中说：祭五祀，所以岁一变和，顺五行也，故春即祭户。户者，人所出入，一春万物始出户而出也。秋祭门，门以闭藏自固也。秋意万物成熟，内备自守也。无论是身中六神还是家宅六神，我们都应该礼敬。而这些神明实际上也在提醒我们，无论是独处还是群处，都应该收敛身心，不可肆意妄为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一句六神庇佑，感恩身中六神和家宅六神继续守护我们的身体和家庭，带来幸福、平安和美满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